本以为家就是天堂，原来天堂在院子里。看什么？妈，不也在看？我是在监视他们，看是不是危险人物。敏涵，该上班了。来了！别停，实战中只要停一次就会死。训练可以，但这里不是战斗基地，是我们一家人生活的家。明白，我们不会留下痕迹。日出之前也别出声。再来。直到现在，人工智慧都只在荧幕里做出判断。从今天起，那个判断将拥有身体。即使部分机体受损，整台机器也不会停下。战争中死去的不是下达命令的人。从今天起，机器将代替人类站上战场。哈纳工业发表全球首款次世代战斗型人形机器人。这款人形机器人搭载了奇尔松半导体的新型 AI 晶片。哈纳抢在洛基工厂之前进入次世代战场。各国国防部接连提出采购询问，哈纳工业股价也在发表后立刻大幅飙升。发表仅3小时就有12个国家提出采购询问。也有国家表示将重新检讨与洛基的既有合约。我们只用1天就撼动了洛基多年建立的地位。维克多接下来也会行动。这正是会长一直等待的时刻。父亲会认为自己今天赢了。难道不是吗？奥尔多当众落了下风，你以为维克多会袖手旁观吗？您要回总部吗？现在回去只会成为父亲的刀。我们留在这里，只负责少爷的安全。没想到哈纳这么快就发表，上市时间至少提前了半年。没想到红苏里连晶片都供应给哈纳。洛基部分既有合约订单正转往哈纳。不是武器，而是恐惧。要阻止上市吗？现在才阻止，已经公开的产品，哈娜就会成为受害者。把哈娜自己公开的资料原封不动送给各国，危不危险？该有收到资料的人自行判断。不必终止交易，只要把核准延后到验证结束即可。坏了也不停地杀戮机器，符合现行风险等级嘛？请依照贵公司的标准重新审视，
其余交给投资人决定。即使身体部分受损，仍会继续执行任务的杀戮机器。这是哈娜自己公开的事实，该如何解读，就由读者决定。哈娜人形机器人可能失控的疑虑升高，各国要求验证致命 AI 的安全性。进口核准与共同开发都已暂缓，金融机构也调高了哈娜的风险评级。哈娜工业的股价暴跌，主要零件供应商也开始重新检讨供货。欧洲合资公司已终止共同开发。主要往来银行暂缓追加贷款。核心驱动装置的供应也可能中断。直到昨天，他们还排着队要与我们合作。昨天哈娜能赚钱，今天害怕并排斥哈娜，反而能赚钱。维克多，奥尔多一枪未发就掐住了会长的脖子。插播最新消息，这是非洲史瓦拉总统的紧急声明。史瓦拉共和国不会对邻近君主国人民的自由与民主视而不见。为了非洲民主化，萨缪尔总统辞去洛基执行长，领导民运，在史瓦拉建立自由政权。他不只在国内，更在整个非洲被誉为民主化英雄。卡伦巴王国连一天都撑不住，便宣告崩溃。史瓦拉政府宣称，这次行动是支援民主化，但受害的君主国则认定这是明确的武力入侵。谁能保证史瓦拉的下一个目标不是我们？我们不可能向洛基工厂购买洛基的人形机器人。发表同类武器的公司只有哈娜工业。洛基持有的奇尔松股份15%转让程序已经完成。等等，临时股东会时，父亲转让的不是只有表决权吗？当时只是暂交表决权，这次洛基工厂优先订购新型晶片，并用那些股份抵付货款。洛基接受了这个条件，因为他们更急着要晶片。那么我们现在持有奇尔松半导体66%的股份了。国际局势混乱，这种时候更要管好内部。维克多不是想搞垮哈娜，要什么？他正在逼根新鲜拔刀。可是哈娜没有足以量产的晶片。去日本？日本？去哪儿？哈娜工业。
苏丽代表红梅还好。你骗了我，还攻击齐尔松，现在竟能若无其事地问我好不好？没想到齐尔松竟然亲自登门，真是意外。我就开门见山吧，我们会供应晶片给哈娜。你很清楚哈娜目前的处境，看来是想要别的东西。我们不收现金。1周内我们会供应哈娜相当于洛基工厂优先订单2倍的晶片。条件？哈娜工业29%的股份。你想趁公司倒下时从他身上割肉吗？我们依照供应洛基的价格以及哈娜目前的股价精确计算。29%足以威胁公司的经营权。公司得先活下来，才有经营权可谈。就连复仇也得公司还活着才能继续吧。29%怕太多，那就用现金买。把合约送过来。确认股份完成转让后，我们会立刻供货。大师姐，哈娜真的会重新崛起吗？施瓦拉周边的君主国，他们只剩一个选择。需求增加，供应商却只有哈娜工业。这不就是简单的市场原理吗？您确定吗？对恐惧的人而言，金钱的价值自然会改变。5个君主国同时提出采购要求，其中2国表示会先支付预付款。生死存亡当前，人们总会先找武器，而不是顾忌制裁。因外界反对战斗型人形机器人而暴跌的哈娜工业股价，在卡伦巴崩溃后，随着邻国大量下单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国际社会对人形机器人武器的扩散表达深切忧虑。大师姐，那99%持股已升值数倍。齐尔松已成为哈娜工业的主要股东之一。大师姐，您连战争会爆发都知道吗？我并非早知会开战，我只是知道，看见刀的人会先去找刀。那我们现在能用齐尔松晶片控制洛基和哈娜吗？还谈不上控制。不过现在我们能在同等条件下交手。现在，哈娜与洛基的战斗型人形机器人正彼此对峙。外界预料2家公司将首次直接冲突，两位怎么看？各方都会遵守规定。全球规定禁止战斗型人形机器人配备火药武器，率先违规的企业将独自面对全球舆论与制裁。所以哈娜选用武士刀，洛基则以盾牌和钉头衣为标准武装。我不认同，这是战斗人形机器人问世后才既定的规定，既没有专责执法机构，也没有自动制裁条款，约束力很弱。您认为这场战斗会突破那条底线吗？2家公司都知道可能失去市场，只会使用获准的武器作战。即使没有枪，那条底线也会被打破。规定只禁火药，管不了机器的杀伤判断和投入规模。即便如此，不率先使用火药武器的底线仍然存在。若遵守那条底线也能发动战争，这项规定就已经失败。
两家公司的军力与供应链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社会的管控能力。就连应执行制裁的国家，也已依赖洛基的生产与国防营运网络。这场战斗结束后，就会催生新的法律，因为人们将看清，今天的规定挡不住今天的战争。随着哈娜参战，非洲战争正朝不同于以往的方向发展。战局如今变成史瓦拉使用的洛基与君主国一方投入的哈娜正面对抗，双方持续在多条战线上激烈交锋。目前仍没有任何一方取得明显优势。哈娜的介入阻止不了非洲民主化的崇高目标。我们不会放弃，为了自由与民主，我们会奋战到底。昨天还指责那是杀人武器，今天却说它是保卫国家的盾牌。因为现在需要它。需要啊！在我们的时代，正义不属于人。贪欲直冲天际，大禹便会回应；钱汉也会索取代价，国王无法夺羽，乞丐也不会承受更多钱汉。正义在人之上，所以它不会改变。如今正义竟然会召开记者会，一边高喊民主，一边跨越国界。所谓人人都拥有力量，那就是民主的虚假面具。那副面具已经脱落，掌握力量的人就成为正义，民主的真面目已经显露。人民从来不曾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。既然你看清了那副真面目，为什么还要伸手介入？因为刀不会消失，即使有人放下，也只会被另一只手捡起。那股力量一旦由你掌握，下一个正义就会由你决定。苏里，你能以正义之道运用那股力量吗？不能。我没有信心能正当的运用它，所以我不会坐上裁定正义的位置，也不打算用力量支配任何人。无论洛基还是哈娜，任何一方成为正义的瞬间，那把正义之刃终有一天会指向我的家人。所以，我只是不能把所有力量全交给任何一方。所以你要让他们先来征求你的许可。若刀架在自己人脖子上，对，得先经过我同意。即使是不自称正义的手，握刀太久也会开始以正义自居。1000年前，我和维克多也相信自己就是正义，那份信念将整座村庄关进了没有时间的牢狱。
那时我们也有想守护的东西，就像你一样。师父在那时做出了裁决：我不审判任何人，无论洛基还是哈娜，我只是把晶片交给双方，不让任何一方成为正义。拒绝裁决的手，却掌握着裁决的力量。洛基和哈娜起初也都是为了守护各自重视的事物，才一路走到今天。在力量及正义的世界里，谁能保证手握力量的你，直到最后都不会成为正义？我无法保证，力量本来就是如此。不过有一件事不会改变，我从没说过要拯救世界，也没说过要成为正义。我说过我会守护齐尔松和自己人，这句话不会改变。如果哪天变了，师父不正是为此才在我身边吗？你真以为我能阻止你吗？你所说的话没有一句错，这才是最令我这老太婆害怕的地方。还不是时候，现在还不是。